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在用这种老 Coco 的刮胡刀？这种刮胡刀不是很容易刮伤吗？这种的用起来很麻烦呐，电动的随便撸一撸就好啦。哼哼，干安呢？不管是电动还是手动刮胡刀，它们都是用刀片来刮胡子，对吧？只是刀片的形状不一样而已啊。来，这是你的胡子，用刀片怎么刮才能把它刮干净？是不是要从底部这样切才能刮干净？但是电动刮胡刀做不到。电动刮胡刀有刀网，刀网有厚度，刀片就会被垫高，会往中间的部位切下去，留下一截在外面。所以你总是觉得刮完以后还是刺刺的，刮不干净。因为有刀网存在，你的胡子要刚好穿过上面这个洞，穿得准才能被刮掉。所以你会在那边撸很久都撸不干净。刮胡刀厂商当然知道这个问题，所以有的会把刀网做很薄，刀片就能更靠近皮肤。有的强调有震动功能，减少摩擦，还能让胡子露更多出来。其中最骚的骚操作就是把胡子拉起来再刮掉，剩下的这一段会缩进皮肤里面，这样不就可以刮干净了吗？但是怎么越看越眼熟？这不是 Gillette 50年前就玩过的吗？1972年的 Gillette Track 2啊。这种方式最为人诟病的是会导致胡子内生长，缩进皮肤的胡子会在皮肤底下乱长，你的皮肤就会产生肿块，它并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。电动刮胡刀学手动的还不止这一出哦。在我小时候，电动刮胡刀是干刮，手动刮胡刀要用刮胡泡湿刮，它们两个的楚河汉界是很明显的。但是现在电动刮胡刀居然也要用刮胡泡，放弃干刮了。那也安呢？左边这个是手动刮胡刀的切口，切得整整齐齐；右边的是电动刮胡刀，切得密密茂茂。这种切口其实不是被切断的，是被扯断的。我们胡子的硬度很硬，跟同等粗细的铜丝一样硬，一刀下去切不断，卡住拉扯就会被扯断。你不要以为扯断胡子是小事哦，你有考虑过下面皮肤的心情吗？嘿呦嘿呦拔萝卜，嘿呦嘿呦拔萝卜，一直拉扯，一直拔。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有一颗一颗很多红点，甚至有凸起结痂的肿块？胡子太硬切不断，就要把胡子变软，所以电动刮胡刀也开始用刮胡泡了。哇嘞，这个不是自打嘴巴吗？他自己就证明干刮是错的啊！刮胡子要用刮胡泡 ，wet shaving 才是对的。你会用电动刮胡刀，就是觉得它比较安全，不会刮伤，对吧？错！你在网络上随便搜，用电动刮胡刀皮肤刮出问题的一大堆，不是红肿就是皮疹、长痘痘、毛囊炎。刀网上的这些洞，胡子进得去，周围的皮肤也进得去，洞越大，压越大力，皮肤陷进去越多。这个像什么呢？你有看过戳枪吗？就是这种感觉，这会产生大量的微小伤口，皮肤会发红，就是这样来的。你觉得刮不干净，是不是就会来回撸，一直撸，来回个30次、50次，伤口就会一直加深，一直扩大。你不受伤，谁受伤？你有没有感觉刮胡刀的刀头会发热？刀网原本就跟刀片贴得非常近，你去压它，它们两个就会直接摩擦，刀头就会摩擦生热。飞利浦甚至还说，他家的刀网就是刀片的磨刀石，本来就会互相摩擦。把热热的刀头压在脸上，就像拿热毛巾在脸上热敷一样，时间一长会使皮肤变软，皮下血管扩张。
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啪！妈，电动刮胡刀会刮伤，手动的就不会吗？哼哼，手动刮胡刀有一图拉苦避免刮伤的方法。电动刮胡刀有刀网，手动刮胡刀也有护网啊。像是 Schick 这把刀上面就有护网，真的不会刮伤。如果你不想用合刀 ，Fader 跟 Kai 的 AC 刀片也有带护网的款式。OneBlade 跟 Occam's Razor 都有刀片浮动系统，刀片碰到障碍物会往后缩，刀片不会切进皮肤，你就不会刮伤。如果你用的是 D1 刀片，你可以找刀片露出是负的、温和一点的刀架。刀片缩在里面，不把刀尖露出来，怎么会刮伤？像是 Rockwell 6S 的 R1 底板，你要是可以用这把刀刮伤哦，吼吼，我都给你拍婆啊，真正会当出国比赛。好啦，来啦，这种常出现在电影里面会割喉咙的直剃刀，可怕吧？像这样，会刮伤吗？这样会刮伤吗？不会啊，只要你不把刀片横拉，不要把刀片直直的往下插，根本没你想象的那么可怕啊。手动刮胡刀，起码我还可以控制刀片，有刮伤是我的错，算我的。电动刮胡刀，刀片在脸上高速旋转，就像把手指头伸进电风扇里面一样。这种东西我才觉得更可怕。马斯洛的需求理论，最底层这两层，生理需求跟安全需求，也就是刮胡刀最基本的刮得干净、刮得安全，电动刮胡刀都做不到。你用电动刮胡刀，会不会总是闻到一股油油臭臭的味道？就算拿小刷子刷，那种味道还是一直在，刷不掉。这种油油臭臭的味道，是脸上的皮屑跟油脂跑进刀头里面，被细菌分解产生的。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讲，你可以想象这是细菌的大便。Holy shit， 大便欸！你把大便放在脸上欸！只要是干刮的电动刮胡刀都会这样，无一幸免。刷不干净怎么办呢？用水洗啊！于是可以水洗的电动刮胡刀就诞生了。可是有水不相容啊，只用水洗是洗不干净的，你要像洗碗一样加清洁剂去洗。所以电动刮胡刀的清洁座跟清洁液又诞生了。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真的笑出来，这个不是脱裤子放屁吗？手动刮胡刀的刮胡泡本身就有清洁的功能，把刮胡刀拆开，水冲一冲，拍干，几秒钟就完成了。电动刮胡刀还要买清洁座跟清洁液，还要插电，在那边搞几分钟，把简单的事情搞得那么复杂，这不就是套路吗？来，我问你，为什么你会觉得这种刮胡刀不好用？你有用过吗？我们从小到大，周围都是各种电动刮胡刀的广告，宣传他们有多高科技、多好用，你就会被洗脑，你下意识的就会认为其他的刮胡刀都是低科技，很难用。厂商为什么要洗脑你呢？为了赚钱啊！会赚钱、高利润的产品才会做广告，不会赚钱的产品会被一脚踹开。这种刮胡刀就是不会赚钱的产品。首先是耗材，安全刮胡刀的刀片 Extra SP 100片不到300块台币，一个刀片不用3块钱。如果你天天用 Cut 头贼，一个刀片只用5次，300块能用1年4个月。不过 Extra SP 很耐用，正常情况下次数 double 没有问题。300块你能用3年，1年100块，差不多一片鸡排就解决啦。这样厂商要赚什么？合刀就比较贵咯，4个刀片要700-800块，而且4个刀片你能用1年吗？
真拼啦。那电动刮胡刀呢？这就不是鸡排可以解决的咯。而且电动刮胡刀的刀头是特规，你不能拿便宜的刀头来替换，不然你拿飞利浦的刀头插在百灵上面给我看啊，搞特规厂商才可以赚钱啊。讲到钱，电动刮胡刀是莫名其妙的贵，安全刮胡刀几百块台币，你就可以买到全金属的锌合金刮胡刀，1000多台币就可以买到一辈子都用不坏的不锈钢刮胡刀。如果你的预算可以拉高到跟买百灵、飞利浦一样，那么市面上最顶级的安全刮胡刀，你都可以闭着眼睛随便买。手动刮胡刀的费用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但是电动的还会让你继续花钱哦。电动刮胡刀有电池，就算你放着不用，它也会坏。特规的零件一旦停产，你就买不到了，就只能整把丢掉啊。手动刮胡刀退下来的刀片可以拿来当小刀开包裹，电动刮胡刀的刀片退下来，你能拿它干嘛？拿来当战斗陀螺吗？你那也叫怂啦，钱，用起来爽比较重要啦。Very good， 那你就更应该买手动刮胡刀。手动跟电动差最多的，根本就不是钱。用电动刮胡刀的人都有一个特点，他们都觉得刮胡子很麻烦。喜欢手动刮胡刀的人，他们会觉得刮胡子超级好玩。首先，你会玩刀片，不同品牌的刀片就像红白机的卡夹、PS 的光碟。好刀片带你上天堂，烂刀片让你住套房。市面上的刀片多到数不清，一片才几块钱，你可以放心玩，用力玩。电动刮胡刀可以换不同的刀片吗？不行吧。再来，你会玩刀架，就像 PS1 跟 PS5 差很大一样，不同的刀架差异巨大。你可以找贤妻良母、温和不刮伤的 SB， 也可以找恰北北，但是用起来超爽的 OC。如果你贪心，温和跟爽快全都要，那就选可调 Adjustable。想要体验终极的第一设计，你就要选 Slam。就算你只买一把刀，你也有一狗票的底板可以玩。像是 Radio Rock Game Changer， 一把刀就可以配8个底板。电动刮胡刀可以这样玩吗？再来，你会收集材料。锌合金刮胡刀有镀层，刮起来滑顺厚实。红铜、青铜、黄铜会长铜绿，你可以玩刮胡刀养成。铝合金非常轻，好操控，不容易刮伤。不锈钢的重量比较重，对粗硬的胡子特别有效。如果你觉得铝合金太轻，不锈钢太重，你还可以选钛合金。每把手动刮胡刀都差很大。电动刮胡刀有差很大吗？2000块跟2万块的用起来还不是差不多？安全刮胡刀玩腻了，你就会跳系统。D1 玩完换 AC，AC 玩完换卷玩完换 Injector， 玩了一圈回来，发现还有直剃刀 Kamisori 可以玩。不同安全刮胡刀的差别，如果是1到10分，不同系统的刮胡刀差别就是1到100分。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哼哼，之前的都是换装，你还可以改装。安全刮胡刀你可以放垫片，就像我们以前玩速克达改普利珠一样，垫一片垫2片，垫上面垫下面，改出来的效果差很大。不同刮胡刀的零件你也可以互改上去，用2把刀组合成第3把 Franken 刮胡刀。要改就不能漏掉直剃刀，直剃刀是改装潜力最大的刀。我这把是在磨刀的时候，刀片不小心断掉一块，我就把它改短。虽然在改装界这是小 case， 但是可以自己改出一把刀，还可以拿它来刮胡子，那种感觉超爽的。那电动刮胡刀有什么可以改呢？改电压吗？除了硬体，你还可以玩软体，你可以精进你的技术。Gillette Slide、J-Hook、Super Gillette Slide， 从皮肤拉伸、刀片角度到刀的握法，
原本很难用的刮胡刀，因为你的技术变好用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体会超级赛亚人一直变身、一直升级、进步的快感。终极好玩的莫过于设计跟创意了。安全刮胡刀有超过100年的历史，你现在所有看到的东西、想过的创意，以前的人都做过了，而且做的比现在更猛、更屌。比如说这一把 Lasolate， 它有2个刀片，还有2个顶盖。它把2个刀片像粽子一样包在刀头的两边，用2个刀片中间这个尖尖的夹角来刮胡子。想不到吧？1928年欸，100年前的设计欸，屌不屌？屌爆了！手动刮胡刀跟电动不同，它可以带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。刮胡子之前先洗脸，你会有个清新舒爽的开始。今天的刮胡皂是这颗 Phoenix 杯杠泡泡糖的味道。泡泡糖欸，亲手制造一个绵密又疗愈的泡沫，白泡泡又咪咪。今天灵性的是 Yates 921，独特的实习表面，配上又细又长的手柄。嘿嘿，这个不是焦阿咖吗？搭配我最喜欢的 Gillette Silver Blue 指挥艇组合，噔噔噔噔噔噔，马金 Go！ 把胡子一根根咔咔咔刮掉，就像把气泡一颗颗捏破一样。送啦！哎呦，今天刮得不错哦，像婴儿屁股一样光滑舒服的手感，超有成就感。每天都可以摸香香滑滑的，不是很爽吗？干嘛要用刺刺又臭臭的电动刮胡刀？ I don't like this. So what should I do? You take it off. Okay, but mommy doesn't let. I don't like it. Here you go. I don't. Hey. I like your face. Thanks. I like it. Okay. Well, What? I love you. I love you too. And you're beautiful. 不止你满意，你周围的人也满意。你已经圆满了刮胡子的需求理论，刮得干净，不伤皮肤，技术升级，玩得开心。除了自己开心，还可以让周围的人开心。这已经超过了自我实现，这就是刮胡界至高无上的超越巅峰。很多人达不到这个巅峰，因为一开始他们就用错了刮胡刀。手动刮胡刀的确需要练习，就像骑脚踏车，刚开始不会骑，会勒残，练会了，你就可以3小时抽车上武岭，糟干了杯。人生就是用来体验的，手动刮胡刀每天都会给你成就感跟满足感，每天都可以体验幸福满满。好啦好啦，我买就是了嘛。可是我没用过，我不会用啊。你想学啊？我教你啊。呀哈哈哈哈！